阳台十步装火灾逃生版：一，找二舅弄个镀锌马蹄挂壁大接环，再找二舅妈借10块买2个膨胀螺栓，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，铝合金框做装饰。内置缓降逃生设备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就按照专业说明把它穿在身上。记得用活动大铁钩链接钢丝绳扣在墙壁大接环上，打开窗户就可以缓慢下降，不急不慢，安全着地。二，客厅不装推拉门，挡光挡视线还不通风，也不装宽边门套线，而是用3片钢板刷浮碳漆做门套，颜值更高。三，压口1圈镀锌方管焊接，中间链接2条短方管，再找小表妹借15块，买几个膨胀螺丝把它固定在墙上，外面包欧松板打底，上面再贴人造大理石，记得2边磨圆角，空间更安全。闲暇时间还可以和老婆一起喝酒，聊聊天。这样的悬空吧台，老婆坐在上面玩游戏没问题，关键底部空间很通透，老公每天开开心心搞卫生也方便了。四，阳台不铺毛面小瓷砖，缝隙多难打理，而是取消门槛石，客厅大砖直接通铺，空间显大，关键颜值高。五，阳台中间不晾衣服，影响采光，还很难看，而是把它放到侧面，下方再买一个可移动晾衣架，晾晒衣服又多又方便，不用的时候推到一边，装上折叠玻璃门不占空间，关键颜值特别高。六，洗衣机不再放地上，下面经常拖地容易潮湿生长霉菌，卫生还难清理，而是红砖砌地台，再贴瓷砖，上面做个综合家正柜才不会受潮，上方存储国际大件，空间不浪费，中间放洗衣机和烘干键，冬天衣服不再湿漉漉，记得带开关插座装侧面，不浪费空间，拔插更方便。右边开放格，放洗衣用品拿去更方便，左边手洗池必不可少，上方装个内衣杀菌专洗机，洗更健康。七，也许觉得这个设计不适合你，3年后流行的阳台，通常拖把池和洗衣机放在地上，四周卫生难打理，特别是底部容易生长霉菌还发臭，关键是难看还占地方。应该这样做：一，用镀锌方管做框架，中间也焊接4条，再用老婆的私房钱买几根膨胀螺栓，把它牢牢地固定在墙上，中间植入螺纹钢，中间现胶混凝土，外面贴上光面瓷砖，这样放上洗衣机，下方的卫生更好清理了，婆婆也能每天开开心心搞卫生了。关键下方还可放脏衣篓，洗衣机拿去衣服再也不用再弯腰了。二，洗衣机的后方墙上开槽50公分，预埋1根50管，方便洗衣机后排下水。洗衣机排水与地漏排水不装 P 字形3通，洗衣机排水容易的漏反水溢出，而是装 Y 字形3通，排水不打架，地漏才不会返回水。三，上方做铝合金吊柜，存储不常用物品，空间不浪费，中间砌红砖做包墙，外贴瓷砖，卫生好清理，装个带软管的水龙头和下水器，中间就是超大拖布池，中间做层板，放置老公的电动工具，上方挂个洞洞板，修理工具统统都可以挂在上面，再买个成品折叠晾衣架，伸出来可以挂1家4口的衣服，真的很方便。关键是还可以挂妈妈精心制作的腊肠和腊肉和一些腊鱼，每天吃的都像过年，想想都幸福。这个晾衣架的承重，挂个人都没事，不用了收回去还不浪费空间。最后装上百叶铝合金门，透气又防潮，颜值还特别高。这个区域够大，还能跟老公玩找人游戏，关上门半年都发现不了。四，右边手洗池不能少，上方横向晾衣杆，衣服洗了就可以随手挂，真的很方便。记得洗衣机上方做开放格，放置洗衣用品拿取更方便。五，左边做高柜，下方嵌入烘干机，上方存放大件不常用国际物品，右边做吊柜存放书籍，下方做双层书桌，旋转出来就是茶桌，放上8椅没事跟老婆喝2杯，夫妻感情超级好，不用了收回去就是大书桌，还可以监督孩子读书写字，清华北大随便考，连书房都省了。烟机选择终极篇，抽油烟机到底选择顶吸、侧吸还是集成灶？真的有很多人都在纠结，我现在一个视频给你整明白。一，集成灶采用进吸侧排烟，优点是可以节省1米橱柜，另外看起来比较时尚简洁，关键是节省空间，不占用吊柜的空间，还能做双层柜，放瓶瓶罐罐更方便。它对蒸煮炖小炒这些温柔的油烟排烟效果还是比较好，缺点是对于煎炒、烹炸、爆炒这种炸开的不规则油烟，还有这种颠勺产生的移动味的油烟，集成灶侧吸还是有点吃力，做饭少厨房小可以选择。二，顶吸油烟机对这种暴躁猛烈的油烟，由于是油烟是往上跑的，所以顶吸的抽烟效果是最好的。它的缺点是烟机离炒锅比较远，油烟多少会经过人的脸部，做完饭身上总有一股油烟味，容易变成黄脸婆，还特别容易碰头，关键是占用了吊柜的至少1米的空间，做饭多厨房大可以选择。三，侧吸油烟机，吊柜可以做薄，不碰头，油烟不过脸就被吸走了，缺点是颜值不高，后面墙壁油渍不好清理。四，一定要换掉开发商留下的烟管止逆阀，用这种360度封闭式的止逆阀，油烟才不会倒灌，要不然每天闻到别人家的油烟味。五，不管你用哪种抽烟机，机位要安装烟管附近，排烟管一定是一字形，千万不要搞个 L 型烟管，再好的抽烟机效果都要打5折。六，抽油烟机要选啥品牌也大有讲，卫生间8不装。卫生间想沐浴1年用不了几次，还能为杂物间不好打理，怎样淋浴沐浴2不误？不如这样做：一，淋浴区4周贴红砖做跌级台阶，防水回填陶粒，水泥砂浆粉瓶，贴大理石跌级形成水沟，然后嵌入定制浴缸。左边做包管，做壁龛洗漱用品拿方便。浴缸侧面做矮柜，上面放红酒、美食、笔记本，矮柜下面放常用浴巾和毛巾做推拉门。
2. 旁边放2根排水管，加个长形的漏导水块，地砖加厚做拉槽盖在浴缸上，大母猪在上面跳舞都压不塌。打开盖板就是沐浴区，关上就是淋浴区，这样就满足淋浴沐浴的功能。暗藏 PVC 磨砂浴帘，环保耐脏，还不影响美观。3. 不装石膏板发霉反潮，装雨扣板美观大透气好打理。记得浴霸别对淋浴区洗澡才暖和。4. 马桶不装悬挂式，虽然颜值高，维修只有一个小口，真的不方便。关键是冲水力度不够，而是装虹吸冲水马桶，冲水快，力度大，不易堵塞。5. 不装落地洗手台下面藏污纳垢，真的不好清理，而是装这种悬空25厘米的洗手台，洗手台下面做抽屉拿东西不用弯腰，关键颜值高，不做普通的水银镜，而是做镜柜，记得镜柜直通马桶上方，好看还增加了收纳空间。这样的卫生间你喜欢吗？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。阳台12不装。1. 不装客厅推拉门，挡住了光线，而是拆除推拉门与非承重墙，空间更开阔。2. 不装难看的防滑砖，缝隙太多，卫生难打理，而是取消门槛时，客厅大砖通铺到阳台，对齐砖缝，空间融为一体，整体大气美观。3. 不装普通铝合金窗，大窗户就开这么一点，通风效果很差，而是装智能升降窗，降下来是玻璃护栏，通风更好，下雨自动感应关闭。4. 洗衣机不装在地上，不好拖地，旁边下水插在地漏，浪费空间，不好清理，而是砌砖地台贴瓷砖，洗衣机正下方排水才不浪费空间。不装洗烘一体机，衣服皱巴巴，而是装独立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衣服才平整。5. 旁边用钢架做薄墙再贴瓷砖，形成晾衣区，下方还可收纳杂物，上方铝合金吊柜风吹雨晒都不坏。6. 不装木质平开门，打开占空间，拿取不方便，而是安装折叠门，打开角度更大，每天搞卫生都开心了。用的时候折起来不占地方，关键还能跟老公玩找人游戏，关上门很难察觉到。8. 不装复杂吊顶，而是装隐藏式晾衣杆，隐藏吊顶里，晾衣服伸出来，不晾衣服隐藏更美观。9. 不装罗马杆窗帘，难看不说上面还会漏光，而是留槽做窗帘盒，拆洗方便又美观。10. 另外一边做个多功能书桌台，转出来还可以当茶台，多功能使用不占空间，上方吊柜收纳书籍不能少。这样的阳台你喜欢吗？未来流行的阳台。1. 在楼板角落挖个500×500的洞，中间嵌入火灾逃生装置，一旦遇到火灾，打开盖板，折叠液压伸缩梯自动放下来，就可以利用伸缩梯爬到楼下去，就能轻松走出火灾现场，不用了收回去也不占用地方。2. 不装阳台推拉门，挡光还不通风，拆掉它，客厅空间更通透。3. 阳台不贴毛面小瓷砖，缝隙多难清理，而是拆掉门槛时，客厅大砖延伸到阳台，视觉空间更显大，记得墙面贴地面，铜制瓷砖空间更整洁。4. 顶面不装石膏线，费钱难看还容易生长蜘蛛网，而是做悬浮顶，配上灯光条，简洁颜值高。5. 洗衣机不放在地上，四周卫生都是卫生死角，特别这个角落缝隙一掌没发臭，应该地上做个 L 型钢架，上面现浇水泥，再贴上光面瓷砖，洗衣机放在上面，下面的卫生也特别容易打理。悬空底部还可以放脏衣篮，关键是洗衣服拿取不用再弯腰了，记得做个强排下水管，方便洗衣机后排水。洗衣机后方没缝隙，更节省空间。6. 上方做吊柜，存储大件，中间开放格，洗衣用品拿去更方便。7. 左边买一个移动晾衣架，无论是老婆的长裙大衣，还是中短装都能轻松晾晒，还能跟着阳光一起舞动，不晒衣服的时候还能收回去也不占地方。最后装上百叶推拉门，能遮挡又透气，关键颜值高。8. 中间买个折叠半圆休闲桌，用的时候打开，每天晚上跟老婆喝喝美酒，吃月光晚餐，想想都很浪漫。